克拉盖吉嘞，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Coco。上一集呢，跟大家介绍了几个在芬兰人家里可以常见到的一些芬兰当地品牌。今天呢，我想要跟大家介绍的是，如果大家到芬兰来旅行的话，可以买回去的10个纪念品。Coco in Finland。如果说大家有机会在芬兰旅行的话，除了我上一次介绍的那几个品牌以外，当然还有其他的选择可以买回去当做伴手礼送给亲朋好友。首先第一个呢要介绍的，当然就是最常见的明信片啊、钥匙圈啊、磁铁啊之类等等的东西。我在芬兰旅行的时候呢，就买了这个，这是一个磁铁，还有这个。当然，除了我刚刚提到的这几个之外呢，其实我还蛮推荐芬兰的邮票。如果说大家有在玩 Post Crossing， 也就是交换明信片的话，就可以知道说芬兰寄出的明信片的总量其实排名算是蛮前面的。我刚刚有大概查了一下那个网站，它的排名大概是第5，台湾排名是第6，所以其实它是一个明信片输出大国。它的邮票呢也都设计得非常可爱。接下来第2个我要介绍的是这个叫做 Fassele 巧克力。我觉得这种买回去是还不错啦，因为它里面就是一颗一颗的。如果说回去想要送给亲友啊，或者是拿到公司请大家吃的话，我觉得像这样子就还蛮好分的，就一颗一颗这样。那这种就是片状的。我个人是非常喜欢黄色包装，然后是榛果口味，因为它上面呢是附了很多整颗的榛果，就觉得吃起来非常的爽。所以呢，请大家认明这个牌子 Fassele。OK， 好，我之前一直都以为它读作 Fazer， 然后我老公就说，不是啦，这个芬兰文叫做 Fassele。好，我应该也是没有念得很标准，但是就是这个牌子这样子。这个巧克力还蛮推荐大家买回去，就是送给亲朋好友啊，这应该算是大家最常见的芬兰伴手礼了吧，就是这个 Fassele 巧克力。最近呢，复活节期间也要到了。我个人觉得Fassele它出了一个比较特别的产品，就是说它有整颗实心的巧克力蛋，然后是装在真正的蛋壳里。所以如果说大家是复活节期间来到芬兰的话呢，我也蛮推荐大家买这个Fassele的巧克力蛋回去送给亲友们。第3个 Salmiakki 跟 Licorice， 它这个翻译过来呢，我稍微查了一下 ，Salmiakki 是叫做咸甘草糖 ，Licorice 是叫做甘草糖。其实这个产品呢，据我所知，不是非常多的台湾人可以接受的，但是我个人的话，我非常非常的喜欢。大家走到卖场的话呢，一定可以看到非常非常多的种类哦，比如说这个应该是大家也很常见的吧，就是仔细看这边，它就写了 Salmiakki， 然后这边画了一个就很像是眼睛嘛之类的东西。对，它里面呢是长这样。
就大家可以看到它就是一颗一颗，然后圆圆的 Salmiakki， 它这个摸起来是硬硬的啦，因为它的包装有很多种嘛，所以也可以看到这种也是发在来的，它里面的包装就是一个猫的头的样子，大概是这样。然后这种是比较软的，偏软的。我们家的话，目前就是有这几种，可以看到比较多都是发塞雷的这个牌子嘛，发塞雷这样子。但是当然也是有其他家出的啦。这个牌子呢，它里面有2种口味，大家可以看到，一个就是 licorice， 然后一个就是 Salmiakki。讲到 licorice 的话呢，因为我现在是住在 Kouvola 是距离芬兰首都赫尔辛基开车大概1个半小时左右的距离。在 Kouvola 呢，他们产出了非常有名的一个品牌，叫做 Kouvolan Lakriksi。我听说这个牌子是还蛮有名的啦，很多人到Kouvola这边稍作停留的时候，就会选择买这个牌子的甘草糖回去吃。不过这种 Salmiakki 或是 licorice 呢，我个人的建议是不用买太多啦，稍微买这种小小盒的，然后回去试一下就好了，因为这个味道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接受的，它就吃起来是有一点像八角吧的那种感觉，所以有时候我都会想说，如果卤肉的时候把它丢1、2颗下去，不晓得会不会怎么样。对，这个就是 Salmiakki 或者是刚刚说到的 licorice 这样。第4个，我想要跟大家介绍的是这个呢是 Nordqvist 呢是芬兰的一间茶的品牌，他们就是出了蛮多这种可爱的包装，它的内容物呢大概都是绿茶、红茶或者是白茶这些东西。如果说大家有一些亲朋好友喜欢喝茶的话，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买回去送人的很好的礼物，而且这个送人的话也蛮可爱的，就是小小一包，然后里面通常都是有20个茶包这样子。第5个 Boba Mies 它出了非常多款不同的辣酱，我朋友就曾经买过1、2款回去，它每一个辣酱呢都是有程度之分，有1到10。不过前几天我们在超市里面看到了它出11，整个就是破表的状态。所以说，如果大家可以接受这种辣酱的话呢，我个人是还蛮推荐可以买回去吃吃看，就是沾一些炒面啊、炒饭啊，感觉都还不错。第6个 Baulig 咖啡，这个咖啡应该算是芬兰的国民品牌了吧？如果说大家去超市的话，最常看到的应该就是这种红色的包装。我个人是不太喝咖啡啦，所以其实我不太懂，但是它的选择有非常多，有一些浅焙啊、深焙啊都有。那除了刚刚那样子整个都是粉的包装以外，它也有出这种是胶囊的包装，打开的话大概就是长这样子，这就是 Baulig 的胶囊咖啡。他们有一种特别的包装，比如说母亲节的时候，它就会在那个咖啡的包装上面写一个妈妈这样子。而且我记得我有在路上看过人家用这种咖啡袋，然后做成一个购物袋，我就觉得超酷的。第7个，芬兰的木头杯 Kuksa。这个 Kuksa 的杯子呢，据说就是从北方民族，也就是萨米族，芬兰的原住民传过来的东西。它原本的制作方法呢，就是从这里的桦木树的树瘤做出来的。以前的人呢，就是用手这样子一点一点的慢慢刻出这个木头杯子的一个形状。这个东西它刻出来就是一个一体成型的木头杯，带出去非常非常的好看，所以也很推荐说，如果大家有在露营啊，或者是有野餐的习惯的话，买这种 Kuksa 的木头杯回去也是蛮不错的。第8个就是 Puukko 是芬兰的一款刀子。你可能会说，买这个刀回去要干嘛？
其实我也不知道要干嘛，就是买回去当纪念品嘛，对不对？我老公说他在小的时候，大概6、7岁的时候吧，他爸爸就送他了第一把布狗。送他刀的同时呢，也告诉他，就是希望他知道怎么样正确的使用这种危险的工具。我在想，可能是因为芬兰的大自然比较丰富，孩子们很常会到森林里面去玩一些树枝啊什么的东西，所以他们可能从小就要学着怎么样正确的使用刀具。这个东西呢，也算是很代表芬兰的一个产品。第9个应该就是芬兰最出名的，比如说 Angry Birds 啊，或者是 Moomin 的一些产品。那 Moomin 的商品呢，其实一直以来都是从芬兰买回去送给大家当伴手礼的最好选择。比如说泡茶的东西，还有 Moomin 的汤匙，还有一些烘焙的东西。小朋友的文具用品，或者是饼干，给小朋友用的牙膏，糖果们，这些是木糖醇的糖果，吃了对牙齿是比较好的。第10个，我自己觉得啦，还蛮特别的一个东西，就是素食的意大利面，而且它是用泡热水的就可以吃。除了那一款以外呢，还有这个其实应该都是康宝的品牌。我觉得跟台湾比较不一样的就是，台湾出的很多都是那种微波的食品嘛，那这种东西是你必须要加热水下去，然后煮来吃。所以如果说今天你是自己在外面租房子，可能只能用电磁炉啊或者是什么东西的话，我觉得这个东西买回去就可以简简单单的当做一餐，也是蛮方便的。以上呢就是我想要跟大家介绍的10个芬兰伴手礼。当然，除了我刚刚讲的这些东西，还有一些东西也是大家会选择的。比如说芬兰的保健品啊，像是他们的蓝莓素，当然还有一些人会想要买一些星巴克的杯子啊等等之类的东西，也有一些比如说琥珀，不过我记得我的琥珀是在爱沙尼亚买的啦，不是在芬兰买的这样子。除了刚刚讲的这些东西呢，我朋友也提供给我一些很棒的 idea， 比如说起司刀，或者是一些驯鹿的毛皮，还有一些驯鹿肉啊、麋鹿肉啊，或者是一些鲑鱼卵的东西。不过这些东西呢，我不太确定可不可以带回台湾，所以我就没有在这边特别介绍。不晓得大家来芬兰的时候有没有买过以上我讲的这些东西呢？如果有的话，欢迎留言；如果没有的话，下次来你就知道可以买什么东西回去了。谢谢大家的收看，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喽，拜拜，嘿嘿。嗨，如果各位喜欢我的影片，而且想要看到我介绍更多芬兰的话呢，请记得按赞、订阅、留言和分享哦。就这样，拜拜。